男嘉宾小赵24岁，来自内蒙古安全员；女嘉宾小周24岁，来自内蒙古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了？4年多了。小片里说一直异地是个什么情况呀？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毕业之后决定正式在一起的。然后从大学开始，然后就开始异地恋，因为他是在呼和浩特那边上的大学，我在咱们天津上的大学。谈得怎么样啊？上学那会儿挺好的，但是后来我就毕业，他接着上学，然后我是回赤峰那边上班。哦，赤峰。现在他毕业了，要回赤峰，然后我又因为工作原因要调到包头。是这样的，因为我学的是传媒类的行业，其实是在咱们北京或者是天津工作的话，就是机会会更多一点。但是因为我是要毕业了嘛，然后他的家里呢就希望我能回就是家那边工作，希望我们两个别再分开了，而且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就是去外面的话会不安全，因为是6月份毕业，所以就现在一直在为那个考公务员奋斗吧。然后他突然间又要走了。哎，为啥呀？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工地上上班嘛，安全员嘛，我们项目部临时调到包头去了。本来我就专科就是就业范围挺小的，然后这个工作就挺不易的，我就想趁着年轻，然后出去奋斗2年，等以后回来他也能轻松点。就是你觉得那是一个事业的上升通道，是吧？对。但如果你选择去包头，等于女生一毕业，原本可以结束4年的异地恋，现在变成又得异地恋开始了，对，是这意思吧？是。你这问题你考虑过吗？我考虑过，但是我总不能说因为现在我俩在一起，然后不去工作，那以后生活保障都没有。那你这个是自己愿意回的老家，还是因为这段所谓就是爱情回的老家呀？其实我自己更希望出去闯一闯，然后因为我们俩的这段感情时间也挺长的了，所以如果说非让我放下工作机会回家考公务员也是可以的。就是说白了，你也愿意为了这份爱情放弃可能其他的选择，是吧？对，而且我们两个就是现在感情路上就因为4年多始终都是异地，然后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再接着异地的话就不知道会发生啥了。出现了哪些问题让女生觉得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就上了大学之后嘛，可能是刚在一起的原因，就每天24个小时，基本上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保持联系，而且他对我也特别就是殷勤吧，然后就感觉还挺啥的，挺好的。后来就慢慢的吧，时间长了，大概过了1年多，就开始我主动去联系他了，而且我主动联系他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都找不到他，可能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大2的时候我就参加学生会了，学生会里事就比较忙，然后我就对他的电话呀、微信啊，就是来不及回复。就我觉着他再忙，一个微信啊，告诉我你说我有事儿，我可能就不缠着你了呀。就是他根本做什么事儿之前都不会告诉我，而且他一失恋那么久，你说几次我都觉得他失踪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是问题呢？关心吧，之前我生病啊，就半夜胃疼，他就跑遍我们整个赤峰区五爪24小时药店，然后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去照顾我。但后来这不是在一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吗？但是不在一个城市，他也想要关心我，也可以有很多表达方式。就比如说我生病了，告诉他，他也不怎么会表示，就直接告诉我，就吃药喝热水，吃药喝热水。你说热水又不是万能的，而且现在女孩比较讨厌这种。不是，你们讨厌也挺莫名其妙的。我也不在，我让你喝个热水，吃个药，你还让我干啥呢？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关心我，点个外卖给我送过来呀，或者是怎样的，对，就觉得不上心了，是吧？对，而且心思用哪儿去了？没想到这些，我就感觉如果我在身边，我还是可以去给他就是买药呀，领他去打针呀、输液都可以。然后我确实没想到说送外卖啊啥的。除了这还有别的吗？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比较霸道。就连我的穿衣打扮、交友啥都。他霸道啊，看着老老实实的一个。就是您看着他平时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特别凶。我之前买了一个吊带，他一直没让我穿，我就没穿，放在衣柜里。然后有一次他去我家，然后在衣柜里面就发现那件衣服了，趁我上卫生间的功夫，他就给我捡了。这是为什么呀，兄弟？我就不喜欢他穿那种特别暴露的衣服嘛，我就感觉一个好女孩就没必要穿成那样。我确实是因为生气，然后一生气我就给他剪了。
但是那衣服是我的呀，就是你再不喜欢，我也没有穿呀。而且怎么处置应该我说了算。就算你想剪它，你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呀？尊重一下我呀。后来我不也和你道歉了吗？我不也说了吗？我说再给你买一件，就再买件带袖的吗？那又不是买不买的问题，是你尊不尊重我的问题。那毕竟是我的东西啊。那是你的东西，那也不好看呀。你把说话的声音放大，别在我们这儿装的那个小可怜一样的啊。你还有这一面呢哈！除了剪你吊带，还剪过你什么衣服？挺多的，而且就是我交朋友他也管。就是之前我们宿舍同学过生日嘛，吃个饭，可能说回来的有点晚了，但是我告诉他了，他就特别生气，电话打过来之后就直接一通骂。我说我同学在呢，我说你那个一会儿说，他不就非要没完没了的就一直在斥责我，然后我同学就弄得也挺尴尬的，就觉得说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带我出来了，我男朋友生气了啊怎么的，然后现在就是我一个宿舍的关系特别好的就出去玩都问我说你要不要告诉一下你男朋友啊，你男朋友再生气啊怎么的，就弄得我真的是挺那个什么的。这为什么呀？我也是太担心你了嘛。你们大半夜一帮女孩子出去玩到12点多，而且都喝酒了，如果遇见坏人咋办？我就在学校附近，能遇见什么危险呀？而且我告诉你了，我说我同学在场，那你能不能换种方式呀？那我也是因为生气啊。我也生气啊。求你啊。这个你们现在聚会都喝点儿？偶尔，就是真的只是偶尔，我没有很熟的朋友在一块儿不喝酒的，滴酒不沾的。那你觉得他这里担心对吗？如果说捡衣服过分啊，你觉得你外出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担心对吗？我明白他是担心我，但是他这个方式真的是没必要说那同学都在呢就直接骂我吧。你把电话挂了呗。他特别好生气，我如果挂电话的话，他第二天会更生气的。我就没法。所以你是在乎他的感受的。对。而且我是学新闻的，然后期末的时候要交作业，要交一个拍摄的那个作品嘛。一个组大概7、8个人，拍完作品之后就一起出去吃了个饭，发了个朋友圈，他看见就开始给我找茬。那你从下午4点就告诉我说你出去吃饭了，一直吃到晚上11点多，我问你吃完了吗？你还没吃完。就算是宵夜也该吃完了吧？吃完饭之后，他们也要出去，就是在学校旁边也要去那个唱一下歌啊什么的，玩一会儿呀。那他们要求我总不能拒绝吧？你要社交，我也要社交呀。我才说的呀。不是你刚才你也没交代啊，你只说去吃了个饭，你可没说吃完饭以后又唱歌又喝酒，我们可都听着呢。但是没有那次没有喝酒，真的没有喝酒。有异性在的时候不敢喝酒。晚上11点多了，你还没回去呢。11点多的时候回去了吧？我只是11点多发的朋友圈。那你没告诉我你回去啊？吵架呢，我跟你说，你听得进去吗？那最起码你10点那会儿没回去吧？10点也不走了吧？哎，行了，这个，你特担心是不是？对。你放心他吗？我挺放心他的。真的放心吗？对。真的放心吗？对。你确定啊？确定。你看着我们眼睛回答嘛。你好像不是那么确定吧？说明在乎啊。但是他对他自己就完全是双重标准。他那个微信里面和一个女生聊天挺频繁的，然后被我发现了，我也没无理取闹。我问他，我说这是谁呀？我说他是不是喜欢你啊？然后什么的，他否认了。但是后来吧，我就发现他们两个有转账记录，你知道吗？520。然后我说那这啥意思呀？对，这啥意思啊？但是他给我发，我也给他退回去了。而且就是这个女生也知道我有女朋友。这女生给你发了520，对，我给退回去了。你们两个聊天那么频繁，如果说我跟一个男生聊天那么频繁，你怎么想呀？就是傻子也知道大概他是什么意思吧？是，就算你不理解，发520的时候你总该知道的吧？如果你给他解释清楚，我不信他还一直在联络你啊。我和他说，我说我有女朋友，我也跟他说，我也和你解释过呀。但是你给他解释的时候，聊天记录里面没有呀。那之前你看的是之后的，就是虽然你明示了，对吧？对。但是你还是跟别人聊得很热火朝天，是不是这意思啊？对而且就是放寒假嘛，我们两个又半年多没见了，他也放假了，然后我就想着赶快回去吧。结果第2天他告诉我他要出差，我问他大概多久，他说3、4天就回来了吧。然后过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回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大概还得多长时间呀？他又告诉我3、4天，我就等着吧，拖了半个多月还没回来。我再问他，依然是3、4天，最后1个多月才回来的。那因为当时走的时候，领导就和我说出差1个星期左右，但是到了那边之后也是一直没忙完。然后毕竟我是一个新员工，我也不能去问我说领导咱们啥时候回去啊，我也不能这样问。
所以我特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的工作性质是不是决定了你未来的这个工作是会经常不定期的要离开你们生活的城市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对，而且这工作的时间可能会很长，比如说1-2个月、2-3个月，长的时间可能是半年、1年，是不是这种工作性质？对，你也了解他的工作性质？了解。即使你回到了赤峰，即使你们未来在一起结了婚了，可能婚后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先生要经常的到外地去出差，家里面留你一个人，你们的状况可能不像普通的夫妻一样每天生活在一起，就是有距离的。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你能接受吗？先说，姑娘。异地恋之前，我觉着我能接受，但是经过这4年异地恋之后，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所以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更希望就是因为主要是异地恋的问题，就是其他的那些事儿啊什么的，我希望他可以慢慢改，但是就是主要还是异地恋，就是能结束这段异地恋。男生今天来是为什么呀？不是，我感觉他就是最近这1年吧，变得挺大的。一生气的时候，他手边有啥摔啥，然后甚至是打我呀、骂我呀、咬我，这些都是他做的。你还家暴呢？啊？没有，实在是太生气了，而且我打没打过？打过。骂没骂过？骂过。咬没咬过？咬过。不容易啊！你也都瘦了是吧？没还手吧？没。真没还手啊？没还手啊，没还手就好。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该怎么办？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异地恋需要几个力，这几个力是什么力呢？一个是坚定的毅力，第二个是抵挡诱惑的定力，还有一个就是要承受寂寞的耐力。那对男生来说，我觉得你有一点，你一直都是说他没有给你安全感，但也恰巧你也没有给他安全感啊。你一直说在乎他的穿，在乎他这个跟那个同学的交往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你有给他相应的安全感吗？他一直在配合你的脚步，你有停下来回头看看他吗？他一直在理解你的自尊，不希望让你觉得好像你读专科怎么样，他一直这么理解你，但是你有理解过他吗？而且你在这个男女关系的问题上跟你的同学解释说我有女朋友，可是解释不是用说的，解释是用行动的。这些林林总总汇集在一起，你首先考虑的是我先自己过得好再说。在女孩的未来当中，她考虑的是我希望和你一起过得好。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们两个感情就是不对等的啊，那就要想一想，在不对等的情况下还能继续下去吗？好吧，好，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沙娜老师。来，曲总，刚才沙娜老师可能说了异地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对吧？但是站在对面的他是否能做到？即使你回到了赤峰，放下了自己本来想闯的一片事业，同样他解决不了你们在一起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是要东奔西跑的，而他的性格决定他可能会很少与你过多的沟通，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太会改变的。所以当你这么去追他，并且还放弃了一些东西，你自己心里能够足够平衡。你要解决异地恋问题，但显然是解决不了的。你不可能让他放弃现在的工作，因为我感觉工作对于他来说是比你要重要的。因为工作带给他不光是他的一份事业，更多的是带给他的一个信心。这个男孩子可能是有点自信心不足，工作对于他来说是让他能够找到一个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气魄。而在这一点来说，其实我们自私的想，是比到目前你们的爱情更重要的。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妥协，但事实看来反应并不是很好。但同样他这么去管理你，这么害怕有别的竞争对手进来，然后甚至于把你的朋友圈都做一定的处理，就说明他自信心不够，这是他整个一个缺陷。而他现在唯一能够感到能够改变现状的就是那份工作，不可能让他去改变的现阶段。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如果现在不能去改变的话，那不妨让自己各自能够按照自己的现在的觉得最有利的一点去做。
否则如果现在牵强的拧巴的在一起，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互相伤害的。所以说你可能也要去闯一闯，你的世界也不仅仅是只有他。如果说你在闯你的，他在做他的，而且做出了成就，你也闯出了天地，此时你是一个彼此成全的一种感觉。如果说那会儿你们爱情还能够维护住，并且还能更加深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爱情。就这样。好，谢谢曲子。来，严老师。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在这份感情当中，似乎男孩比女孩更自信哦。他可以和女生很随意的聊天。你要知道，一个女孩子给他发520的红包，不管他收没收，他一定是散发了一些信号的。否则，那你说我跟曲总生活中是不错的朋友，我也不会给他发这个红包啊，你明白吗？那你要发了我退给你，能说明我不对吗？那如果我要发了，肯定我就不对，先不说你了。所以我认为他在这段感情中，他很自信，他认为你跑不了。我不说他的学历，不说他的工作能力，在你们的感情天平上，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紧张。其实异地恋就像莎娜老师说的，需要靠很多心、很多力，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时刻要绷着那个神经。因为真的异地恋是相对脆弱的，太多要考验我们的地方。所以女生，你看你为了他说要回到那个城市，要考公务员，其实你在这段感情中是不自信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的感受，所以造成了他轻描淡写的说，我们继续异地恋呗，挺好的，我再努力努力。而你坚持的说，我想告别这种状态，因为你的信心越来越不足了。所以我想提醒男生的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实诚的女生真的就铁定了跟着你。如果你在异地恋当中不能够保持时刻的紧张的状态，不能够保持对她全身心的投入，真的她会走的。所以拜托，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女孩，那要付出的努力可不是现在这种放松的状态就可以得到。所以你要提高警惕。而女生，我觉得其实你也应该放轻松一点，好好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才有能力收获好的爱情，好吗？希望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蒲老师。好的情感一定是像弹簧一样，合得拢，但也分得开。那些一旦分开就会断的，不是好的爱情。为什么严老师和另外2位老师的观点会有所不同？另外2位老师说是男生自卑才造成今时今日的状况，严老师却说恰恰反过来，他是太过自信了，是因为你自卑，所以才会今时今日这个样子。我认为男生是有他的双面性，自卑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他还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自私，只有自卑的话，那男生在自卑的驱使之下，他一定会付诸于实践，来克服自己的自卑，多去努力学习，多找好工作，害怕与你分开。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确也有他自私的一面。其实在爱情面前，男生和女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可能有大部分的男人都认为爱情是一次性投资，一劳永逸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在追求你的时候特别好，但一旦到手之后一劳永逸，我就不需要再重复的投资了。所以在男生看来，爱情是当我拥有了爱人，爱情已经结束了，而女人恰恰相反，当我真正的2个人在一起之后，爱情才刚刚开始，所以才会出现女生会在2人确定关系之后，在热恋褪去之后，依然向男生提出种种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后期的维护更重要，所以才会发生男生和女生巨大的错位。想要告诉所有的男人说，我们必须得承认，爱情婚姻永远不可能让你一劳永逸，不可能让你100%安全性的拥有，它总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当你真正的获得一个女人的心之后，你的维护才刚刚开始，她就是认为我已经追到手了，我可以一劳永逸了，所以才会发生她不关心你的那些事情，所以才会发生本可以结束异地恋，我却又要另起行程去到远方。而那些剪掉你的衣服，不让你跟别的男生之间接触的那些事情，只是他内心的一个占有欲和不安全性。一旦他认为你是安全性，是
不可能被诱惑的。那么，当他心里放下了这颗心，他去到哪里都无所谓。所以，爱情是需要维护的，不是获得了之后就可以一次性投资、一劳永逸的。你明白吗？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卑，觉得只有目前的这份工作才衬得起我的信心，那你需要做的是努力地充实自己。不是一份工作就能撑起你的全部自信的。你所有对于生活和爱情的自信，来自于你一种向上的姿态，你这是逃避。而对于女生来说，今时今日站到这个舞台上，就不要像下最后通牒似的，如果你一旦离开，我就要跟你分手。你是很需要的，但你扪心自问，你4年都离得了他，你又何必在乎这一时一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我们爱一个人，需要一个人陪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也必须告诉自己和对方，我不是离不开你。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对方才有可能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爱情的投资和维护。你明白吗？所以我也赞成老师们的意见，他去让他去，你该做你的工作，做你的工作。毕业之后不要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他来，你想投入爱情，想维护爱情，你做你的，至于他，让他自我的去调整。当他永远充斥于一种自卑当中和安全感当中，那么自然而然你能看清楚彼此之间清晰的距离。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们这个岁数，在我们那个年代，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的爱情观是这样的：我喜欢你，我是男人，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到哪儿哥们儿都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反正在我们那个年代，男人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是什么样了，我不知道了啊，所以我没法支招啊，我只能说，面对现在这种境地的时候，其实2位是在考虑未来更长远的生活。女生实际是想嫁嘛，但是以这种方式我嫁给你，我是不甘心的嘛。男生现在其实没有做好准备嘛，你心定下来了吗？不回答就是答案嘛。爱情走到了这一步，要向一个更高级的情感阶段去走了。这个阶段不再仅仅是有简单的爱就可以了，它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需要互相的忍让。愿不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愿意。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2个在一起也有4年多了吧，虽然说是异地恋，但是有时候吧，你对我还是挺关心的。但是异地恋之间出现真是太多的问题了，而且我觉得我也真的也挺辛苦的，挺累的，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感到很委屈，就是希望你能为我，然后去放弃一些什么吧，就是能多为我考虑一下，别让我那么累。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现在努力工作，其实就是想以后能给你好一点的生活，让你以后不那么累。我希望你能再稍微理解我一下。生活本来就是2个人的，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但是就是还是希望你能多陪陪我。喝知识长知识，保卫爱情靠知识。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请开箱。姑娘送的什么呀？情侣装。是佩奇哈？是。哈哈。这个啥意思啊？是因为我们2个本来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少嘛，然后就是这个情侣装是我们2个就是为数不多的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买的，因为有情侣装就很少有机会一起穿，然后觉得在一起的日子还是挺开心的，就希望他能多想想我们2个在一起时候的好吧。男生这记忆是什么？一个老手机哈。一个他摔坏的手机啊。为啥摔坏？
就是因为吵架嘛，然后他把手机就摔了啊。我就是希望他以后能稍微改一下他的脾气，毕竟感情就即使说吵架和好了，他也有隔阂，我就希望能改一下他的脾气。听明白了，请回吧，谢谢2位。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来看看这一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我就知道那是爱，多大的一杯烈酒热菜，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烧出来。下一步准备咋整？你回家，他去包头，是这意思吗？我可能我想出去闯一闯。哦，你呢？我还是先工作，然后能调回去往回调。对，各干各的。还爱着，继续异地哈。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啊，手还背着，够酷的。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其实我的真实偏执。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请亮灯吧。只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谢谢你们啊，请回，请回，谢谢。要不